新频道想要去开通盈利，第一关就是先达到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。你猜要过这一关是不是要拼命的发片？我告诉你，猜错的人比猜对的人要多很多啊！我看过太多频道发了30几支影片，时长还是卡在很尴尬的数字，也看过只发了10几支影片的频道，反而是先通过的。差别不在于发片量，是在一个大部分人根本没有注意过的地方。How's Grayson？这频道专门拆解 YouTube 流量以及变现逻辑。如果想频道当成事业来做，一定要记得订阅。我也准备了一份 YouTube 新手成功宝典，你可以透过留言区去免费领取。先把数字拆开来看，4000小时换算成分钟是24万分钟。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吓人，但是翻译成白话文就这样。如果你影片平均一次能够留住观众看4分钟，你需要的其实就是6万次完整的观看，不是几百万次的观看。这个换算不是要你觉得很简单，而是要你搞清楚自己在追的到底是什么。很多人把时长当成是一个要冲的终点，每天盯着总数字动了多少，却没有搞懂这个数字背后在算什么，结果努力的方向从一开始就偏了。道理其实很简单， YouTube 不是在数你发了几支影片，它是在算观众在你的频道上面总共花了多少时间。这两件事情完全是不一样的。一支影片被200个人看完了，跟一支影片被2万个人看了3秒就关掉，前者对时长的贡献可能还比较大。发片量从来不是这个目标的直接变数，观众愿意留多久才是。这也代表了一件事情，你的旧片和新片对这个目标来说价值是一样的，只要它还在被看，就还在帮助你积累。这一点后面讲到卡关中心的部分再细讲，先记住这个前提。但是这些观看时间不是凭空累积出来的，它从观众点进来的那一刻就开始算了，而多数人从第一关就先漏流了。注意，不是内容不好，而是你可能在前30秒就把观众送走了。 YouTube 对于前30秒的观众留存看的是非常重要的，而且它看重的不只是这一支影片会不会被看完。一支新影片上线，系统通常会先推给一小群人做测试，如果这群人在前段就大量离开了，系统就会判定这支影片不值得继续推，测试就中断了，之后就很难再发生。你不是在跟演算法对抗，你是在跟他合作。他想知道这支影片值不值得被推，你就用前30秒直接告诉他。所以别再用那些酷炫的片头动画，也别再说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记得订阅按赞。这些话术只是在浪费你最宝贵的测试时间。开门见山，直接告诉观众这支影片能够解决他们什么问题。如果是教学类的内容，可以先让观众看到做完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样的。如果说是观点类内容，可以先丢出整支影片里面最反直觉的一句结论，让人想要知道你凭什么会这么说。如果是生活、旅游或者是娱乐这类不靠知识点取胜的内容，可以先丢出整支影片里面最有张力的一个画面或转折，让观众好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这里有一个分寸要拿捏，不是要你把整支影片的答案就在开头讲完了，那样后面就没有人想看了，是要给一个够具体的钩子，具体到让观众觉得这个问题是跟我有关的，我要等你把逻辑讲完。如果你还没开始，或者是才刚发几支影片，这一段是给你的。新手最容易犯的错是还没把系统跑起来就开始纠结数据。这个阶段你要先想清楚的不是要拍什么，是你要服务谁。举个例子，同样是理财类的主题，一个什么理财话题都拍，一个专门锁定月光族怎么开始存钱，那后者的观众轮廓就会清楚很多。YouTube 是更容易判断该把这支影片推给谁的，定位模糊，系统是没有办法去归类你的，时长自然会很难积累。影片的长度不用死守某个数字，8到12分钟是新手比较容易掌控的，但是真正该看的是你讲完一个重点需要多久，抓那个自然的长度就好了，别为了凑时长而硬拉长，观众感觉得出来的。流程曲线也会在中间一路往下掉，反而是会拉低平均表现的。更新节奏也是同样道理，1周稳定1支，比1个月发3支再断更半年有用的多。
因为 YouTube 它是需要重复的信号才能够建立对于你频道的固定判断，更新时断时续，系统是很难抓到规律，每一次都像是在重新开始。这个阶段时长本来就是慢慢积累的，不用着急在第1个月就看到大数字，从第1支的影片开始就养成打开后台数据查看留存曲线的习惯，去看观众平均在哪一秒开始离开了，这条曲线会比总观看的数字要重要的多。如果说你已经开始近一段时间订阅或者时长卡住不动，那这段是给你的。时长卡住通常不是内容不够好，是3个地方出现了问题：定位模糊， YouTube 抓不到你属于谁，旧片被晾在那里没人管，只顾着冲新片，内容没有系列化，观众看完一次就走了。先讲判断，打开后台看流程曲线，注意它是哪一种掉法。如果只是某个时间点突然断崖式的下滑，代表你在那个地方没有兑现开头承诺，通常发生在中段进入太长的铺垫或者是解释的时候。如果说是整支影片持续的缓慢下滑，代表是节奏偏拖，可能是每一段都需要讲得更精简一点。这2种问题的修法是不一样的，先搞清楚是哪一种，再动手改。再讲一下旧片唤醒，具体做法就是把标题改得更加贴近现在的观众会搜寻的字眼，缩图换成是跟你近期表现好的影片的风格是一致的，不需要重新拍内容，只是让入口变得新鲜。再用结尾的画面还有卡片把新影片导去表现不错的旧影片，也把旧影片的结尾导回新影片，做成双向导流，让流量在频道里面循环，而不是观众看完一次就流失了。接着我们再讲一下系列化。播放清单它不是随便把影片塞进到同一个分类，是要按照观众会想要知道的顺序排的。上一支的结尾自然带出下一支想要问的问题，观众点进播放清单的时候，自动连续播放的概率才会高，一次工作阶段的总观看时长很容易就翻倍了。这3个问题拆开来看并不难，但是要同时诊断你的频道定位，优化旧片，规划系列化，自己一步一步的摸索，其实是很花时间的，也容易做了这个忘了那个。如果说你想要一套可以直接照着走的系统，不用自己从头试错， YouTube 频道语音大师课里面把这整套操作的方法都拆解好了，连接为放到影片下方，你可以去点开来看一下是不是适合你。新频道的初期没有粉丝基数，很难靠首页推荐被看到，所以流量要分为2步走。前期靠 YouTube 搜索，这是因为推荐系统建立在频道过去的历史表现上，新频道它是没有这个历史的，系统不敢贸然的去把你推荐给陌生观众。但是搜寻就不一样了，系统测试的对象是主动在找答案的人，只要你的内容精准对上一个明确的搜索意图，曝光的门槛就会低很多。那具体做法就是先在的 YouTube 搜索栏里面打进几个跟你想要做的主题相关的词，看一下系统自动补全出来的候选词，那些就是真实观众在打的字，标题和描述前3行都要覆盖到这词。不过自动补全只能够让你猜个大概，它不会告诉你这些词的背后的搜索量有多大，也不会告诉你哪个词它的竞争度是比较小的。那这一步呢，我自己是会使用 vidIQ 这个工具，它会直接抓出关键词的搜索量还有竞争程度，省下你靠感觉硬猜的时间。那我也会提供我的专属折扣码贵生30，你能够拿到30%的折扣，链接为放到影片下方。那在中期呢，就是靠关联推荐，你去观察同领域里面最近表现突出的影片，不是抄标题，是研究它到底满足了观众的哪些具体需求，再用更加完整更加精准的角度做同一个需求。 YouTube 决定要不要把你放进相关推荐栏的时候，看的是内容跟内置影片的关联性，也会看你自己的完播表现，两者缺一不可。如果说你已经有一小群的核心观众，哪怕只有几十个人，直播是一个被低估的工具。假设你办一场2小时的直播，有50个人从头看到尾，光是这场直播就有100个小时的观时长，而且只要直播结束之后，回放是维持公开的，这段观看时长会持续的积累，不是昙花一现，这会比你等自来流量一支一支的慢慢磨会快很多。但是执
直播它不是打开镜头随便聊，跟一般的影片一样，要有主题还有节奏的，不然观众是待不住的，反而是会拉低平均的观时长的。那我建议你排在固定的时间还有频率，让核心的观众养成准时收看的习惯，才能够持续的去贡献观时长，而不是办一场就停了。那直播的即时互动能够让观众待的比看一般影片会更久，这是一般影片很难做到的。你甚至可以拿它来做一些平常不会单独拍成影片的内容，比如说你后台数据的即时拆解，或者是直接回答观众的具体问题，这类的内容天生就适合拉长观看时间。这里我们要说清楚一件事情，不要去买观看，也不要互相刷，这不是道德问题，是规则的问题。一场流量是会被系统辨识出来的，扣除是最新的结果，更加严重的话，频道是会被限流的，甚至整个频道都会被关掉。而且就算真的靠这种方式冲过了4000小时，那些数字里面没有一个是真正会回来看你下一支影片的人。你不需要靠大数字才能够变现，你需要的是一群真正信任的人，这群人才是这个数字真正该代表的东西。这方法听起来都不复杂，真正卡住大家的往往不是不知道方法，是不知道自己现在该从哪一步开始。而说到底，这一步都绕不开一件事情，就是 YouTube 到底怎么决定要不要推荐你影片。这套演算法逻辑前阵子悄悄换了一套新玩法，很多人到现在都还不知道。如果你还在用旧的方式去理解它，那接下来这支影片你可能会需要重新想一遍了。你可以去看一下，你会发现有些你以为理所当然的规则，其实早就不一样了。